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今天兜兜为大家带来的是萧炎在成为斗帝之前吞噬的6种异火盘点。在斗气大陆存在着一些天地异火，这些异火或许是天降陨石中心携带的火苗，也或许是被煅烧了千百年的熔岩地火。异火比斗气催化而出的火焰更加强横，非常适合炼药。拥有异火的炼药师炼出的丹药药力更浓，而且与人对敌时，同等级的强者根本不敢和拥有异火的强者硬碰。斗气大陆的炼药界将现为人知的23种异火编制成了一副异火榜，想要控制异火，就必须要将异火引进自己的身体。但不管是哪一种异火，都属于狂暴毁灭之物，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在机缘巧合下能够炼化异火，据为己有。而萧炎就属于极其幸运的幸运儿，因为仅仅只是他一人，在成为斗帝之前就拥有6种异火。接下来兜兜就按照萧炎得到异火的先后顺序来进行盘点。青莲地心火，青莲地心火在异火榜上排第19位，它生于大地深处，历经大地之火的无数次锤炼、融合、压缩、雕制，10年成林，100年成形，1000年成莲。它的颜色偏青，莲心中有一簇青火，起名青莲火，也叫青莲地心火。青莲地心火的威力很强，如果生长在临近火山地带，甚至能够引发火山喷发。青莲地心火是萧炎使用焚诀吞噬的第1种异火。当初萧炎在青灵的帮助下找到青莲地心火所在的地底熔岩，可惜却被想要进化的美杜莎女王早一步将异火取走。为了寻找青莲地心火，萧炎进入塔戈尔沙漠深处寻找美杜莎女王。这一找，萧炎不仅得到了自己的第1种异火，还得到了一位免费的美艳保镖，并且最后还将这位保镖升级成了自己的2位老婆之一。陨落心炎，陨落心炎在异火榜排名14，用药老的话说，就是无形无色，借心而显，无迹可寻。虽然它在攻击上比其他的异火要弱一点点，但一旦成功炼化陨落心炎，体内便会产生一种源源不断的心火。这个心火每时每刻都会煅烧着体内的斗气，会让炼化者的身体时时刻刻处于修炼状态之中，并且这种修炼远远高于寻常的修炼，起到的效果会更好。所以陨落心炎也被称作为修炼作弊器。目前动漫的进度已经拉到了萧炎离开加玛帝国，在他穿越黑角域之后就是迦南学院篇。陨落心炎就存在于这个闻名斗气大陆的学院中，只不过因为迦南学院强者布下的禁制，陨落心炎的存在一直被隐藏得很好。而在吞噬陨落心炎之后，萧炎不仅实力大涨，焚诀也进化到了地阶低级，还因为吞噬异火的副作用与美杜莎发生了关系。青莲地心火在和陨落心炎融合之后，便被萧炎称作琉璃莲心火。3000焰炎火，3000焰炎火又被称作星空之火，在异火榜排名第9。它是凝聚星辰之力而生的紫黑色火焰，只要星辰之力足够，那么3000焰炎火便会永生不死。再加上3000焰炎火身处星空这种寻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，有足够的进化时间，所以大多数被发现的3000焰炎火都是属于那种灵智比较高的超级天地灵物。3000焰炎火拥有一种特殊的体质，3000星空体质，它可以吸收星辰之力来强化自身或者疗伤。这种体质也被一些与它交过手、战斗过的强者称之为不死体。而被萧炎吞噬的3000焰炎火，在还是雏形的时候被太虚古龙一族发现，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。在发现3000焰炎火的时候，因为它太过弱小，所以并没有被太虚古龙一族炼化，而是在它的体内留下了一道龙印。所以3000焰炎火在慢慢成长后，形成了和太虚古龙一样的体型，也是因为曾经体内被下过龙印。萧炎在丹城心域与3000焰炎火对抗中，才成功将它收服，吞噬了3000焰炎火的焚诀，也成功的进化到了地阶高级。萧炎的实力也一下子突破到了9星斗宗，而融合了青莲地心火、陨落心炎和3000焰炎火的火焰，被萧炎起名叫做3000莲心火。古灵冷火，古灵冷火应该是出场最早的异火，它在异火榜上排名第11，是一种深白色的火焰。古灵冷火只有在每100年日月交替之时，方才能够在极寒与极阴之地遇见。最初古灵冷火是萧炎的老师药尘所有，当年药老为了得到古灵冷火，在暗无天日的地方足足待了8年。虽然药老准备的十分周全，但在最后吸收的那一刻，也差点被古灵冷火烧成灰烬。在药老被萧炎从魂殿手中救下，并且成功与新躯体融合之后，达到半圣境界的药老便把古灵冷火送给了萧炎。海心焰，海心焰在异火榜上排名第15，是一种深蓝色的火焰，看上去极为玄异。火焰升腾的时候，就如同清澈的海水一般，缓缓地扩散而开。海心焰最初是药老的第1个弟子寒风所有的，但之后海心焰被寒风献给了魂殿的木谷老人，在萧炎晋升为斗圣血洗魂殿的人殿时，从木谷老人手中夺走。由于海心焰的等级并不高，所以对萧炎的提升也不大。不过得到海心焰的萧炎已经集齐了5种
种异火，可以施展出超级牛逼的5色毁灭火莲。净莲妖火，净莲妖火在异火榜上排名第3，呈乳白色火莲形态，是一种可以净化万物的神秘火焰。任何东西只要被净莲妖火沾上，就将会被净化成一片虚无，并且净莲妖火还能够以人的情绪为引，让妖火从人体之内诞生。一旦体内出现妖火，就算是灵魂都是会被焚烧成虚无。所以在进入妖火空间，必须要保持心境的平静，情绪过大便会引来妖火临身。净莲妖火曾经被斗圣巅峰的净莲妖圣收服，但净莲妖火在成长过程中变得十分暴力，最后将净莲妖圣反噬，导致净莲妖圣陨落。不过净莲妖圣在陨落之前，将净莲妖火封印在妖火空间。妖火空间多次出世，但却一直没有被人真正的收服，反倒是一些想要收服净莲妖火的强者，最终成为了净莲妖火的火奴。其中最强的一个火奴，便是萧族曾经的前辈4星斗圣的学府萧晨。不过对于实力较高的斗圣，净莲妖火的控制力较低，但初级斗圣完全无法逃离他的控制，是纯粹听从命令的火奴。在收服净莲妖火的时候，夺回心智的萧晨告诉萧炎，净莲妖火的实力相当于5星巅峰的斗圣强者，再加上妖火的奇异能力，就算是面对6星斗圣也能一战。萧炎他们在进入妖火空间后，在场的强者没有一个是净莲妖火的对手，但好在萧炎曾经得到过净莲妖火的完整古图，古图中保留了净莲妖圣的残像，在萧炎等人被困杀的时候，残像出手。不过就算最终净莲妖圣的残像和净莲妖火同归于尽，将净莲妖火的记忆和灵智都抹掉了，萧炎在吞噬炼化妖火时也险些丧命。如果不是薰儿主动现身，利用金地焚天炎与萧炎联手，仅凭萧炎当时的实力，很难将净莲妖火吃下。而萧炎在成功炼化净莲妖火之后，他体内的6种异火重新凝聚出了一个火灵，这个火灵化形成一个仅有半尺大小的婴儿，因为这个婴儿只会伊娃伊娃的叫，所以萧炎给他取名小一。小一的实力非常强，随手便可以凝聚出佛怒火莲，施展萧炎最强劲的底牌毁灭火莲也不在话下。只要萧炎的心念一动，小一便会立刻执行他的命令，可以说是最佳帮手了。萧炎吞噬的6种异火盘点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兜兜有哪里讲的不对，欢迎小伙伴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小伙伴们有想看的盘点也可以留言告诉兜兜，我会尽量在不影响剧情更新的情况下多做一点盘点类视频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如果喜欢兜兜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